憋死老子了！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我怎么躺在棺材里？我竟然重生了！这个开局也太凄惨了。老二啊，老二，你怎么就这样死了？大哥，我心里难受。我就你这么一个兄弟呀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可也算情同手足啊。是大哥不好啊，大哥没有照顾好你，你婚期将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少爷，二少爷走得急，与陆家这婚事何不先退了？毕竟死者为大，陆家不会说什么闲话的。刘管事此言差矣，陆家与我凌家乃是至交，这婚事乃是父亲当年定下，如今出现这种事情，我们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，岂能因为二弟的死就敷衍了事？那大少爷，您是打算对于陆家小姐婚约，到时候可以重新商议。正所谓人无信不立，二弟不能履行的婚约，我做兄长的甘愿代劳。这他妈是我干哪来了？刚才那是从里面传出来的，不可能，明明已经断气了。二弟啊，你的死跟我可没关系啊！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。来人，赶紧埋了，不然要诈尸了！管你是人是鬼，埋进土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老二，你别找我，是刘管事说要埋你的。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难道是片场？啊！这些人穿的怎么跟拍戏似的？何方妖孽敢在此放肆！我靠，这剧组玩的这么大，真泼啊！大公子，我观此人少火旺盛，这应该是你家二公子吧？我亲大哥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二弟，你居然还活着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！二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原主估计就是被这个大哥给害死的。这下丧二变喜事，待会儿大家都吃好喝好啊！快去给二少爷换身干净衣服。是是是。陆家人到。陆家，就是那个要退婚又被我哥代劳的倒霉亲家。老爷到了，希望还能赶得上。陆公，您大驾光临，不悔有失远迎，还望陆公恕罪。人在哪儿？二弟还不快过来见过陆公，愣在那里成何体统？也不知这岳父脾气如何。不凡见过陆公，劳烦陆公亲自跑一趟，是不凡的罪过。万幸，真是万幸，这门婚事算保住了。昨日我接到你大哥的来信，说你已突发恶疾不治身亡，看来事实并非如此。是我观察不周，险些酿成大祸。陆公暂且休息，我这就命人准备酒菜。不必了，既然不凡没事，我就把另一件事处理了。不凡，你已到了年纪，今日便随我回金陵，把你和商儿的婚事办了。陆公，这怕是不妥吧？婚姻大事岂是儿戏？还是等我父亲回来再行定夺如何？怎么？难道我女儿配不上你凌家？长兄如父，你父亲不在，难道你还做不得主了？二弟，这件事你看，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毕竟父亲还没点头，连本体都被弄死了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可不敢待了。我同意，今日我就随陆公去金陵，全凭陆公安排。我同意，今日我就随陆公去金陵，全凭陆公安排。这陆家的闺秀应该很漂亮吧？这是开局迎娶白富美，走向软饭巅峰啊！老天待我不薄啊！好，那我们即刻启程。二弟呀，到了陆家可得给凌家长脸，为兄实在舍不得你，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大哥保重，不凡定不辜负大哥希望，我也会时常想起大哥的照顾。离了这儿，金陵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终于滚了这个祸害！刘管事，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他必死无疑吗？鹤顶红都毒不死，难道他真是命硬？不管你是人是鬼，都得死！这准岳父真够严肃的，以前尴尬还能玩手机，现在只能大眼瞪小眼了。
这尴尬的空气都要凝固了，救命啊！怎么还没到啊？老爷，到府了。不凡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已经吩咐过管家了，他会带你去客房，先了解了解环境。多谢陆公，终于能逃离这移动的冰窖了。好家伙，这门头比林家大2倍都不止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户人家，比起林家确实高了好几个档次。这贫富差距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林公子，里面请。有劳管家带路。连管家都这一副你高攀了的样子，这陆府恐怕也不好待。既来之则击之。这些下人真是越发没规矩了。林少爷，您今日就在这西厢歇息，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叫唤一声便好。多谢管家。秋兰，你进来一下。这就是那个传闻中的草包二少爷。秋兰，这是林少爷，也是小姐的夫婿。这些天若是有什么需要，你帮忙做一下。是。看来这个小丫头不好惹。管家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就是林无烦，小姐的夫婿？正是。刚刚陆管家不是介绍了？他居然还笑得出来。哼，在这陆府，你可得安分点，得学会夹着尾巴做人，可别拿所谓的林家二少来压我。毕竟这也不是你的林家，更何况你与小姐的事成不成，还是另外一回事呢。这丫头戏挺多。哦，小丫头，你的意思是觉得我不能做你家姑爷喽？伙计小姐乃是天上的星辰，能吟诗作对，是金陵有名的才女。你不过是林家一个默默无闻的二少罢了。星辰？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。小姑娘这话就不对了，你家小姐能吟诗作对，而我恰好能下河捉鳖，这岂不是良配？你下河捉鳖，也配我家小姐？捉鳖怎么了？那也是技术活。就算姑娘说的对，可这是陆公跟我爹定的呀。要不你去跟你家老爷说说，我相信秋兰姑娘的嘴应该能说动你家老爷。这恶人竟然拿老爷来压我！小样，治不了你。林少爷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脸面，要有自知之明。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找老爷退婚。我觉得刘公子就跟我家小姐很配。刘公子，你这般打击我，莫不是拿了那刘公子的银子？你竟然敢这么说我，你这人好生不要脸！刘公子乃是金陵才子，吟诗作画信手拈来，不知道林大少可会？下河捉鳖可还行？我懒得跟你说，有什么事喊一声就好。这小丫头战斗力也不行啊，也不知道这陆家小姐是何方神圣，能养出这么刁蛮的丫鬟。小姐，昨天老爷从江都林家把那二公子带来了，他说要下河捉鳖，把我雷得不行。下河捉鳖，这林家公子竟如此荒唐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人既然到了府上就是客，岂能在背后议论的理？爹去哪儿了？老爷还在账房呢，已经1天没出来了，连夜奔波接人，现在又在忙。家里的生意当真难到这般地步了吗？但愿爹爹无恙。不知道老爷怎么想的，林家大少爷也比他强啊。小姐回来了，老爷奔波了一宿，现在又在整理账目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垮，小姐多劝劝才是。陆伯放心，我会劝爹的。这陆家的重担，老爷一个人快扛不住了。爹到底瞒了多少难处？长儿回来了，诗会可还尽兴？这种时候，我竟还有心思谈诗论道。爹，您休息会儿吧。府上的货出了问题，被刘家和朱家压制，原本的客商都跑了。爹，女儿没能给您分忧，平日里只顾着谈诗论道了。傻孩子，商场险恶，哪是你懂的？刘家难道真的无计可施了吗？要不我们去找刘家谈谈，跟他们合作一番。商儿，那样我们就得永远被牵着鼻子走。莫不是你确实中意那刘少元？爹怎么能这样想我？刘家那小子绝非善辈。爹，你难道真的要将我嫁给那平庸无才、说下河捉鳖的林不凡？难道您心里只有家业，想让整个金陵看我笑话？商儿，你若知道他的身世，便不会如此说了。商儿，联姻之事非你所想的那般简单。刘家接近你是为了我陆家产业，不凡这一路上气定神闲，非传言般不堪。他此前在林家差点被害死，你且多接触了解一番吧。原来他竟有这种坎坷身世，难道传言都是假的？希望这孩子能明白我的苦心。姓陆的，我看你是不想过了，把这么个痴儿带回来，我绝不会让商儿嫁。竟然背地里骂我，原来在你们眼中，我竟卑微至此。看来陆府
终究不是久留之地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强求？哟，林少爷起得挺早啊，需不需要伺候着洗漱啊？这林公子长得如此清秀，看着不像草包啊，装什么清高？一会儿夫人发火，看你往哪儿躲。今日便做个了断。陆公在哪儿？我有事找他。我想离开陆府，不知能否领我见见？走吧，念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他既然要主动离开，倒是挺硬气的，真是个厚脸皮，都要被赶走了还这么淡定。必须把人送走，不然我家尚儿名声往哪儿搁？金陵传出闲话，尚儿以后怎么嫁人？听见没？夫人都发话了。我靠，老子都穿越了，还会受这种气？林侄儿别误会，我说的是昨天来提亲的穷酸鬼。听说你要回江都，那感情好，秋兰去拿些盘缠给侄儿带上。拿着快滚吧，草包！伯母好意心领了，盘缠就算了。有句话赠与伯母：月有阴晴圆缺，人命时好时坏。陆公待我不薄，但我凌不凡绝非乞儿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望伯母莫欺少年穷才是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他竟然敢这么和夫人说话！好一句莫欺少年穷啊，实属难得，难得呀！怎么你这是在教育我？不知天高地厚。侄儿岂敢，苦语软言罢了，望伯母莫要责怪。林侄儿啊，伯母刚才的话可没有说错，这世道炎凉本就如此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这话我也不反驳。但是这种事情，谁又说得清楚呢？好了，右长，你随我来。竟然敢无视我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好你个陆怀昌，你如果敢把人留下，今后饶不了你！好一个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啊！看来右长还是有几分识才的。这不过是我书上看见的罢了，让陆公取笑了。你能将东西运用的恰到好处，便是本事。不过右长啊，年轻人难免会心高气傲，吃点亏没什么的。你伯母此人说话确实不好听，你别听就是。反正心性并不坏的，还是留下吧。多谢陆公的好意，只是确实多有不便。而且感情这种事情，陆公切莫强求。若是有缘，自然就在一起了；若是无缘，也是无用的。况且陆小姐乃是金陵有名的才女，我岂能配得上？右长，此话非你肺腑之言啊！晚辈句句属实，别无他意。老子前世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右长啊，你可知我为何将你带来府上？自然是您担心我大哥针对我。既然知道为何还想着回去，其实我劝你留下也是有私心的。这些年朱刘两家总是想方设法的打压我陆家，如今情况越来越严峻了。刘家刘少远更是意图驱走山儿，这其中的意思，不知你能明白几分否？您的意思是刘家想通过刘少远吞并陆家？不过你们不是招婿入赘的吗？话虽如此，可人总有行将就木之年，到那时陆家可就得改姓刘了。这老头子为什么不再生个儿子呢？我想以陆小姐的聪明，不会不知道吧？这种事情知道是一回事，可长儿终究还是姑娘心思，所以我这才把你找来。虽然听外人传你不思进取，整日浑浑噩噩度日，可也没什么坏心思，这般我才能放心啊。我靠，这老头子居然也觉得我傻。陆公，不知道陆家做的是什么生意？衣服、饰品、当铺这些都有。陆家的生意就是，这生意的事儿一时半会儿怎么说得清？那刘家跟朱家呢？刘家做的是布匹以及染料，朱家则是庸脂俗粉一类，虽然不多，可也概括了整个金陵，甚至东南一带皆有往来。陆公，陆家东西虽然广，却是杂而不精，比起朱家以及刘家，久了确实落了下风。不知这些可是账本？让我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。不知他能看出些什么来。情况比想象的还糟，陆公这半年来的利润越来越少了，甚至已经有减半的迹象，只怕不出1年，就会被刘朱两家吃半。他竟单凭账目便全看透了，不知侄儿可有办法？暂时还没有，容我再多想想吧。不过侄儿定然帮陆公脱离困境，有心便好。既然如此，就先留在府上吧。至于你婆母那边，我自会说服她。不如这样吧，
我搬出陆府寻个宅院住下，也免得伯母他们糟心。这般也好，只是要委屈一番了。那侄儿告辞了。陆鸿昭呀，陆鸿昭，你是真糊涂了，怎么能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懂生意的孩子身上？小姐，你是不知道，今日大清早的那个林家少爷就去找老爷了。他居然说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他竟能说出这般有志气的话，没想到这林公子还是有些才学的。此人绝非你们想象中那般不堪。秋兰以后可莫要再对人家那般不客气了。切，就会耍嘴皮子，这能算哪门子的才学？不过是喊上几句词罢了。这丫头真是不懂事，不管如何都莫要这般无礼。我去找一下娘亲，这时候把林公子打发走，岂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？不就林家的一个二少爷，让他走就走呗，总比耽误小姐的前程好吧？秋兰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娘，听说你昨夜就跟爹吵起来了，为的还是林公子的事情。既然来了，就让他住下吧，毕竟林府现在可容不下他呢。这回去了岂不是更危险？活不下去那是他没本事，一个堂堂的二少爷居然活得如此窝囊，那是无能。也不知道你爹怎么想的，要你嫁给这么个草包，那这辈子长儿如何抬得起头？只怕整个金陵都笑话我们陆府喽。其实这也没什么的，没什么。这件事说起来还得怪你那无能的爹，多喝了2两马尿就稀里糊涂把婚事给定了。娘亲自去林府，一定帮你把婚退了。我看你敢！死老头竟然还敢回来顶嘴，怎么就不敢了？姓陆打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毛，你无非就是怕在外人失了信，觉得脸上无光。可你有没有想过女儿，让她嫁给这么个废物？妇人之仁，妇人之仁。我陆鸿昭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，这件事休要再提。陆鸿昭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！珊儿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爹，你这个为了面子对你不管不顾的爹！我还是死了算了。爹娘，你们别吵了，这件事跟你们都没关系，不就嫁人吗？我听说这林家人还不错的，至少他愿意入赘在我陆家。张儿啊，我观幼长品性可以后待你不会差的，而且今日他并没有死缠烂打，还主动提出解除婚约。一切全凭爹做主就好。林公子，这是陆家以前买下的一处宅院，旁边便是一处小湖，没事儿可以散散心，而且还给您配了一个丫鬟。不远处便是金陵的市集中心，没事儿可以多逛逛。有劳陆管家了，此地清静，正合我意。景色倒是不错，只怕晚上蚊子有点多。奴婢见过林公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林公子，奴婢春菊。春菊，那秋兰岂不是你妹妹？回林公子，她与奴婢皆是小姐的丫鬟，名字也是小姐取的。你今年多大了？19了。不过这丫鬟的姿色都比那些主播好看，那小姐岂不是？林公子，林公子，您需要洗漱一番吗？啊？怎么了？哦，你只需要告诉我打水的地方在哪就好，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。这一觉睡得真安稳。林公子，洗漱的东西都备好了。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爽啊！春菊早啊。早。林公子，您需要先用餐吗？春菊啊，我想出去走走，要不你带我？没问题的，有什么事公子直接吩咐就好。不过还是先吃完饭，带您去瞧瞧。公子今日真是意气风发。林公子，那是武家的船，每个月的6月6，武家都会召开诗词大会，有名的士子士女就会前往，我家小姐也是会参加的。我对诗会兴趣不大，先带我去看看周边的商铺。前2天答应你家老爷的事情，必须先摸清情况，是时候大干一场了。林公子怎么总是这副游手好闲的模样？唉，这古代的日子，除了看风景也没啥消遣了。我将军，哎，没想到吧？将军，这个时代竟然也有象棋。嘿，还真是象棋，这布局有点意思。这炮可不能动，再走可就死棋了。这一步要是走了，红方车5平6，直接绝杀了。哟，这小伙子一眼就看出陷阱了。李老头，这是你家的下人还是娃儿？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还以为是你家下人呢。2位老爷莫怪，我家公子不懂规矩，有什么得罪，奴婢赔个不是。这丫鬟倒是个懂礼数的，这主子倒是有点处变不惊的意思。不知是谁家的丫鬟和公子？回2位老爷，我们是陆家的，这是我家小姐的准夫婿林少爷。哦，原来是陆丫头的夫婿啊！不知公子如何得知我要死棋了？刚刚冒犯了，给2位老伯赔个不是，实在没忍住，这才出的口。陆家的准夫婿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真本事。既然你说李老头要死棋了，那你不妨救救。既然你说李老头要死棋了，那你不妨救救。
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小友，你这车莫非是白送？负隅顽抗罢了。上钩了，将军，不好，中计了！这位老伯承让了。好啊，好一个炮六退一，精彩，实在精彩！吴老头，你可欠我1斤茶叶哦，不可以耍赖！你高兴个什么？这是你赢的吗？刚才这局老头我不服。在下只是偶然看过而已，所以上一局只是心存侥幸，占了这位我老伯的优势，这才……你小子少废话，给我坐下来好好玩一把。看来跑不掉了。哎，年轻人别谦虚了，坐下来玩玩。我们俩可是很久没遇到对手了，正好让这老小子开开眼。那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老伯您先请。哼，来者是客，等会儿别说我老头子欺负你，你先。这老头皮真是不小，先乱其阵脚，想乱来，没门儿。又上钩了，这小子竟然封我的路，换了，看你还有什么招？杀气挺重啊！我就不信赢不了你个毛头小子。老伯，在下侥幸胜了半步。我说你这小子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，可见你这人也不是个啥好人。下个棋而已，怎么还扯到人品上去了？气煞老夫爷！吴老头啊，这局你是真输了。不算不算，再来3局2胜。小友啊，不如你再陪吴老头下下，不然他怕是一天都不高兴喽。那在下就舍命陪君子了。将军，那个承让了。不算不算，5局3胜，这次我先。我说吴老头啊，你这明显就失了长辈气概了。下棋哪有讲过程的？这小子棋的解的之离经叛道，压根就不讲任何规矩。这般下棋简直有失君子之风，哪有这样出棋的？这吴老头真是一辈子好强，输了就是输了。下棋本就是尔虞我诈，何来君子一说？我倒是觉得这小子的手法很怪，不知此为何法？此法叫言和18打。好一个言和18打，妙哉！刚刚你说是陆家丫头的夫婿，可是江都林家？正是。难道薄薄认识我父亲？金陵卧虎藏龙，随便一个老者都识得江都林家。原来是林家老二。略有所闻，小友这般年纪便精通棋理，实属难得啊。不如今后有时间来跟我们老头下下棋。这老头还在复盘呢，看来心气还挺高。求之不得。不过今日在下还有事，就先行告辞了。既然你有事儿，我们也就不打扰了。有时间来跟我们切磋切磋。这俩老头身份肯定不简单。公子终于下完棋了，真是有趣的年轻人。此子绝非池中之物，言和18打，从未听闻，后生可畏啊。李老头，你好像很喜欢这小子啊？哪里是喜欢，只是这般年轻人不多了，哪能跟我们老头子玩？哼，正所谓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这小子明显城府极深。这看似简单的棋局，总给对方一种要赢的错觉，实则，老夫今日瞎了眼。可越是这般不显山露水，实则越不是个好货色。人家都说了，只是棋谱上学的罢了。再说你棋艺不精，反而怪起人来了。不过你也太次了点儿，被人家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牵着鼻子走，真是气煞老夫！哼，等我今日回去，必然破解他那什么言和18打。今日就此作罢。哎，这就不玩了。明早茶叶记得给我提过了，就要那包龙井。那两个老头到底是什么人？哎呀，春菊啊，这金陵可有姓武跟姓李的大家？大户的话，李家就是，而武家就比较厉害了，那可是国舅大人。国舅？那岂不是皇帝的大舅哥？我去！公子这是怎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林公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这陆家的财力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他妈简直是一座金山啊！林公子，我们陆家的商行那可是整个金陵最大的，除了上京以外，整个大钱也没几家能比得了。哦，就这反应，真是个木头。累死我了，公子怎么这么能逛？唉，还要逛到什么时候呀？内心孤白，这些诗词看着就头疼，还是找点有意思的。哟，
这画工有点东西。林公子，你是想买诗词？诗词哪有这个好看？这可比诗词艺术多了。天哪，公子怎么在看这种东西？林公子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林公子，这是《东陵验世记》。我去，果然是好东西。嘿嘿，验史，春菊啊，我们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去看待事物，抛开事实不谈，这画工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去问问价钱，这等艺术品必须拿下。公子好眼力啊，一看就是同道中人。这是老夫今日刚进的货，公子要不来一本？林公子，我们去别处逛逛吧，这东西你不能看的。唉，可惜了这绝世画作。春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是刘公子。今日在那传会之上，只是看见陆小姐，却并未看见你，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闹了矛盾。我是特意带林公子逛逛金陵的，所以就没有跟小姐去了。哦，林公子，哪家的林公子？好像我们之中并没有林公子啊。哼，不会是江都林家的二公子吧？正是。不是说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那不过是传言罢了。在下刘少远，久仰林兄许久了。久仰久仰。啊，这位是朱家三公子朱子文，这位是金陵城城主的次子徐志许兄。原来是这几位，名字先记下了。见过各位公子。原来是朱兄跟许兄，在下有礼了。哼，你就是陆家的上门女婿，果真是个没出息的软蛋。长得倒是白净，可惜是个赘婿。回许兄，正是在下。这倒怪了，为何今日陆小姐没有带林兄去传游呢？当然是因为我被赶出来了。难道是林兄不够格？或许是我并不懂诗词吧，况且我还不认识陆小姐。林兄啊，林兄，你可真实诚啊！笑了，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。真乃奇人也！难道林公子不知道这几人是在调侃他吗？今日陆小姐出了一首诗词，这首诗整个船内无人对得出，唯独刘兄勉强对出，两人为此还谈论了一番。对了，林兄可懂诗词？在下年幼贪玩，不会诗书。笑死我了！居然还有这种老实人！这陆家上门女婿真是丢尽了脸。这笑话够我讲1年。几位公子，林公子虽然不懂诗词，可他为人实诚，也算难得可贵的。这小丫头倒是挺忠心的。春菊，你家这准姑爷可真实事的过了，不过实诚好啊。哎，林兄手上的可是《东陵验史》？正是，我观此书颇为有趣，就打算买一份回去看看。且看你们能戏耍到什么时候。鱼儿上钩了。林兄真乃君子也，不对诗词有兴，倒是对这《东陵验史》颇为中意，可见林兄真乃性情中人啊！难道这《东陵验史》是什么禁书？笑吧，笑得越欢越好。自然不是，只是林兄爱好略显特别罢了。几位公子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真是丢死人了！小姐要是知道……哎，林兄且慢啊！你的《东陵验史》不要了吗？快走快走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刘少宇、徐志、朱子文，我记下了。这出戏才刚开始。这金陵城每日都有新鲜事。阿伯，你觉得此人是傻子吗？怎么有这般纯粹的傻子？回主子，老奴不知。不知？你这老狐狸，不知还是不言？有种人自视甚高，殊不知如井中之蛙，抬头浪月罢了。果然，你这老母看人的眼光从未错过。韬光养晦嘛，有趣。我倒是有不同的回答。耍猴之人，殊不知猴就是自己。主子，请明示。走吧，今日难得见到一有趣之人。这金陵水深要起波澜了。总算甩掉那些人了，真是丢死人了。这有啥的？曾有大牛说过，走自己的路就让别人说去吧。那林公子的手能先松一松吗？哦，sorry，刚刚太紧张了，走吧，回家。徐志、刘少宇、朱子文。林公子，你在念叨啥呀？哦，没什么，在背诗呢。这让我记下了。记
气死我了！小姐的名声都被那废物毁了。小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那林不凡丢人都丢咱府上来了，居然跑去买东陵燕史。林不凡他怎会做这种事情？秋兰不可背后议论他人，这种事情只是被那些人夸大了。我想林公子并非那种人，我信他的人品，定有误会。娘怕是又要以此为难他了。我这都是为了小姐好啊。可是小姐你就是脾气太好了，都这时候了还帮那个草包说话。他人言语，终是浮云。不要再说了，林不凡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未必是表面那般简单。将军，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？这局稳了，看这臭小子怎么翻盘。吴老还是这般性急，这就结束了。范江，吴老，你可没棋走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是死局，好一招绝处逢生，此子其力深不可测。承让了。吴老头，你全身上下就一张嘴是硬的，都输了多少次了？那是老夫一时大意，不算数，再来。来，小友喝茶，莫要理这赖皮老头。李老厚爱了。春菊，喝杯茶吧。奴婢不敢。嘿，终究是个不识货的丫鬟。小子，听说前2日你在书斋买了本《东陵燕史》？这老头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消息到灵通，这种事怎么能当众说出来？我只是单纯欣赏罢了，倒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吧。而且我也没买，只是扫了几眼。扫几眼总不犯法吧？得想个法子圆过去。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其中的故事蛮不错的，虽然是肉戏孤本，可是在教诲世人不应沉迷女色，人应以功名为主，女人不过粉红枯种罢了。圣人云：透过现象看本质嘛。这小子真是死的也能说成活的。不过你这事儿可是丢了陆家的脸，不知陆丫头会如何想你喽？哎，我靠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爹爹他们丁又是聊得起劲，连时辰都忘了。见过小姐。瑶儿怎么过来了？爹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觉得传会乏闷便回来了。李伯伯，这是我刚做的桂花糕，趁热给您端过来尝尝。这位是……世间竟有如此清丽脱俗之人，如空谷幽兰一般。在下林不凡，见过五姑娘。林不凡，这个名字为何如此耳熟？不必理会他，你就当他是个闲人就好。吴老头，你也不用这样吧？不就输给右长几局棋，至于把脸拉得这么长吗？来，不凡也尝尝这桂花糕。金陵桂花糕虽多，这姚丫头做的那可是独一份，千金难买啊！这晚辈受宠若惊，实在有些不好意思。叫你吃就吃，怎么还嫌弃上了？我女儿亲手做的糕点，旁人求都求不来。这老头输了棋还不饶人。真香，五小姐好手艺，还算你这小子识货。输几局棋，这年纪与我相仿的人，棋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。看来这林公子不简单。爹爹，正好瑶儿闲来无事，不如让我跟林公子切磋一番如何？也让女儿领略一下公子的棋艺。他这般随性，棋艺真有那么高？正好年轻人博弈一番，说不定你下不过的，姚丫头就下过了。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嘛。李伯伯倒会说笑。行吧，你既然想玩，那就让他指点你2手。幼长，你可别因为她是我女儿就手下留情。那就让我见识见识。你先请。我靠，这就是大户家的小姐吗？真是极品啊！这可比以前看的石矶美颜伯伯强多了。这还没下呢，就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五姑娘先请吧，女士优先。能与五姑娘下棋是在下的荣幸。女士优先，这词倒新鲜。那小女子就从命了。仙人指路，有点意思。这小子认真起来，气场全变了。好快的反应，他竟然都不用思考吗？小姐，那是春菊吗？她怎么会在那里？旁边坐着的好像就是那林家的二少爷林不凡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不知陆小姐在看什么？是觉得这诗会太无趣？刘公子，这般剧色还真是漂亮啊，一点都不输五瑶。陆小姐可是为了江都林二少的事情困扰。其实如果陆小姐不喜，在下可以当这个恶人，为陆小姐争取一番。好呀好呀，这件事就……秋兰，
当真欲拒。陆小姐，其实我对你……刘公子的好意，云长心领了。父母之命，云长自当遵从，还请刘公子切莫逾矩。难道就因为你父亲的一句话，你就这般作践自己？你甘愿嫁给一个毫无才华、一个只会看艳史的邻家二少？既然我得不到，我也要让你丢尽脸面。大庭广众之下，竟如此失礼，还望刘公子自重，妄自议论他人，有失君子风度。我的选择如何，无需旁人多言。刘公子请便。他竟然为了那个废物斥责我！陆云裳，你给我等着！嘿，刘兄被拒绝了，这有什么的？女人嘛，哪里没有？是啊，刘兄不必这般，不如听我的，我们朱刘两家联手吃掉陆家，到时候陆家就自然乖乖把陆云裳嫁给你了，又何必这般磨磨唧唧？陆家，我要你们跪着求我！这女人有点东西啊！将军。是在下输了。林公子棋艺精湛，小女子只是侥幸罢了。爹，我替你找回场子了。输给一个女人也太丢脸了吧！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撤了。武伯伯、李伯伯，天色不早了，晚辈就先告辞。行吧，有时间常来陪我们两个老家伙玩玩。这小子倒是个有趣之人。爹，刚刚我帮你出气了，可能只是爹爹一时大意，被林公子钻了漏子。瑶儿觉得这场棋下的如何？酣畅淋漓，颇有旗鼓相当的味道，倒是几度惊出冷汗。那你觉得那小子呢？离开之时可有何异样？难道他刚才是故意让我的？哈哈哈哈！这小子很会来事儿啊，你可得小心喽！哈哈哈！搞不懂这个李老头在说什么。春菊啊，麻烦你帮我找些纸张来，最好是那种画孤本的纸张。公子，这些怕是只有出版的地方有卖，而且人家不一定卖的。这世间的买卖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，你直接多给点银子就好了。当然，这些银子以后会还给你的。林公子客气了，老爷吩咐过，花销这些只需说一句便好。对了，林公子，你可知今日的五瑶五小姐？肉席来了，就等你说这个。怎么了？这武家小姐莫不是很厉害？何止厉害，那简直是整个金陵最大的一户人家了。林公子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武国舅吗？金陵第一大户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很显然，那个吴老爷就是国舅啊！没想到国舅居然如此亲切，姑爷这可是你的福气啊！这国舅爷都不喜欢我，我就是棋友罢了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吴老头果然是国舅，这步棋算是走对了。那可以跟武小姐多多来往。今日你虽然下棋输了，但武小姐对你还是有些印象的。可你不是说武小姐很厉害，岂会看得上我这种草根？草根？那是什么？不过想想也对哦。那武小姐有多厉害？那是相当厉害，我家小姐在金陵那可是有名的才女，论起貌美才能排个第二呢。这第一自然就是武小姐呀。你可知当今皇上要不是因为有血缘关系，如今的武小姐说不定就是妃子或者是太子妃了。还有这种事情？那皇帝岂不是老牛吃嫩草？所以无论才华还是样貌，武小姐当之无愧的金陵第一，或者说整个大前第一。这跟才华有关系吗？这丫头吹牛也不打草稿。当然有关系啊，前几年的科举，武小姐可是假扮第一呢。名副其实的进士一甲，这么牛逼？不对，女子如何考取功名？这女子参加科举完全不符合常理啊！公子真是不懂行情，因为国舅特意去求的，而且有太子求情呢。不过也只是让他参加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为此，大前皇帝对那些才子还一顿痛斥：汝等贵为一国之栋梁，不如一介女流，该骂！凡不入甲榜前100者，皆杖刑20。我去！这事儿也太扯淡了！那些落榜才子对武小姐是又爱又恨，对此太子直接跪地恳求，愿杖50替大前考生受罚。太子为此大获天下才子赞许。看来这个女人心比天高啊！心胸孤寂，大就对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人还没到齐呢。哈哈，李老，您可算来了，我们可是恭候多时了。哈哈，吕大人、许大人，倒是让2位大人久等了。老夫刚刚才脱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李老见外了，我们都才刚到一会儿。李员外，请上座，可就差您了。草民不敢，2位大人请，我随便坐坐便好。不知李老最近的生意做得如何呀？生意上的事情早就交给小辈去做了。我现在啊，每天就喝喝茶、下下棋，早就不管这些事了。
李老贵府的布料那可是金陵的头号啊，我们几家远远不及也，就莫要再调侃老夫了。今日两位大人皆在，不如先把正事谈谈。哦，既然老李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们也就直奔主题了。这件事儿还是留员外外说吧，我们也只是旁听罢了。诸位家主，趁着两位大人在此，我们就将话说开一点。这次商议，在下邀请的诸位皆是金陵有头有脸的大户，可唯独没有邀请陆家。诸位可知为何？自然是陆家扰乱了金陵的市场。陆家在金陵也得算上巨般的人物了，可他的生意，我想诸位都颇有同感吧。陆家的生意那是四通八达，几乎囊括了所有行业，而这些行业也就包含了诸位在座的利益。如此行径，无疑就是搅屎棍般的存在，必须挑起众怒。诸位皆是有头有脸的同僚，平日里我等斗争那是常态，可因为我们这般斗争的结果是什么？陆家为何能在数年间做到如此地步？陆家的崛起与在座的诸位都是脱不开关系的。我们如果还是这般，那后果朱某就不多言了。朱家主所言正是我等肺腑之言，如今把我们唤来，想必已经找到对策了吧？苏家主既然已经提出，那趁着两位大人在此，刘某就将话说得直白些。办法总是有的，就怕诸位无法接受。诸位应该都看出陆家的问题了吧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陆家的生意会越发的薄弱。可诸位都是经商之人，薄弱不假，奈何陆家的生意所难看的行业也包括诸位，所以到时候只怕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动荡。届时金陵的经济便会萧条直下，若是陆家经济急转直下，必定选择降价倾销，到时候在座的各位都会受到牵连。毕竟只要价格合适了，买谁的东西不是买？当然，身为父母官的吕大人以及许大人绝不会坐视不管，所以想请两位大人做个担保。担保的内容自然是集体降价，那不知是降低多少？3成。啊！3成，我不信疯了吧？诸位，这3成是我们所有人一起降，这般下去，不出3个月，陆家就会在金陵退出，到那时候再集体提价，不就好了？诸位3个月用3成的利润换取一个陆家的覆灭，这好像很划算吧？我不知道诸位如何想的，但是这件事儿我朱家干了。如果到时候陆家忽然降价，想拉几个下水，最好祈祷那个人不是在座的诸位，更何况陆鸿昭可不是泛泛之辈。诸位同僚，如今两位大人皆在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就算不相信我刘青，总该相信两位大人的为人吧。李老可有什么看法？这件事还是看诸位的意思，毕竟我老了，早已没了雄心壮志。我们自然是相信两位大人的，只是这件事实在是太过突然，得回去好好商议一番。不如给我们一点时间，届时一定给出答复。这件事大家确实需要好好考虑，不如10日为期吧。10日之后我们再做商议。对。唉，这帮老家伙真是畏首畏尾。看来人老了都长毛了。吕大人，您说他们会同意吗？此事难以断言，不过总归是有办法的。若是有人不愿除掉便是。我刘青地为大人赴汤蹈火，在下也是如此。放心吧，若是你们能为金陵做出贡献，好处自然是少不了。只要能扳倒陆家，以后生意可就更好做了。跟着2位大人，荣华富贵指日可待。陆家，这次你们完了。吴老，今日为何不见李老？他是李家的家主，事情自然是多，以为都跟你这般闲的不行。话说，你如今在陆府就整天无所事事，就你这般一不博取功名，二不负责家中事务，如此这般何时才是个头？只怕到时候那陆鸿昭的把你扫地出门喽。躺平也是一种生活啊！我要入赘陆府为婿，赘婿除了吃软饭还能干什么？
至少在李老不在的时候，还能陪您下棋解解闷，不是？下棋解闷，你都不让我这老头子，你小子的脸皮可比我们这些老头子还厚。也不知陆鸿昭看上你哪一点了？你若是我女婿，府上的大门你都别想踏进去半步。我若是故意输给您，只怕您会更加不乐意呢。不过我确实有一件事，需要请李老过目。你还有事儿需要他过目？要不我来看看吧？这不好吧？那就不看了。别，还请您帮我过目。让我看看你小子搞什么名堂！这是什么不成体统之物？有下人在，不能失态。你小子拿回去，污了老夫的眼！吴老，您别介啊，您先帮我看看嘛。这玩意儿一本能卖多少钱？估个价呗。你小子哪里搞来的？晚辈不才，自己动手画的。哦，没想到你还有这般本事，走眼了。没想到你小子画工精湛，比例更是雄厚，描的更是绘声绘色，实属罕见呐。你画了多少本？这可是我照着《金瓶梅》抄的，谁看了不蒙圈？价格若是我定的话，不如就20两银子吧。20两？不过你小子真的是不学无术啊，弄啥不好，弄这玩意儿。那个生活所迫嘛，如果没谈出谁干这个，你就少来了。老夫看你就是干这块料的。真的能卖20两？怎么，你是打算卖还是如何？自然是打算卖的。不过您看我一无背景，二无后埋。这件事你可以找老夫啊，找老夫，你可算是找对人了。这笑的怎么看怎么像坑啊！那吴老，您的意思？在大钱发行这些，可是要经过官府衙门审批的，而且需要层层审批，最终才送到国子监那边。不过你这个，老夫倒是有些难评。当然，老夫这边是有门路的。不过你这种东西，一般都是3/7分账。啥？3/7分账？凭啥要抽3成啊？我辛辛苦苦画很多天，这官府也太黑了吧！我说小子，是人家官府欺你3。我靠，这么黑！哼，若是一般书籍，都是跟官府5/5分账，可你这个东西嘛，毕竟下沉了点儿。当然，老夫这边可以帮你争取一番。我7官府3。4655，不能再多了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哼，小子你很有种。老五啊，你怎么又跟小辈过不去了呢？哼，过不去，我可没跟他过不去，只是一笔生意罢了。奈何这小子得寸进尺，若是旁人，老夫早就懒得跟他谈了。不识好歹，是什么生意？不妨让我看看。这玩意儿你自己瞧瞧吧。我估摸着20两一本，然后跟他6/4分账。20两？20两？哼，让我看看这画册究竟有何玄机。啊！哎呀，这画的都是些什么呀？让你家丫鬟避一避吧。没想到反应这么大，我倒要仔细瞧瞧。没想到啊，真没想到，这画工简直神了，这简直与真人有何差别？你觉得值20不？20？你也太小看这画册了。老五啊，你可看走眼喽。我说它值30两，你信不信？30两，此画技法确实前所未见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刚刚不是谈生意吗？若是30两能卖出去，那就按这小子的条件答应了；若是不能，就按你的如何？要说下棋，我可能不如你，可若是比做生意，老五啊，你可差远了。我们就先印100本如何？若是这100本在3天内售完，就算这小子赢；如果没有，那就按你的条件来，并且把价格降到20两。若是不答应，倒显得我心虚了。成交。老李这家伙非要跟我比个高低，我岂能认输？哼！李长江啊，李长江，你这回可看走眼喽！30两一本的书，有几个人买得起？
且看几天后结果如何吧。对了，今日有一件趣事，老五可有兴趣？要说说便说，卖什么关子？能让李老称作趣事的，绝不简单。这件事必定能惊到你们。今日我去了一趟刘家，结果意外见到了许志以及吕志轩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金陵城主跟金陵知府居然会前往刘家，而且还把你叫去了，岂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？城主和知府凑到刘家，必然是在谋划什么大局，恐怕不太妙啊。自然是针对陆家的。针对陆家，他岳父家，你也不避嫌一下？果然是冲着陆家来的。都是熟人，何必遮遮掩掩？反正瞒不住的，说与不说又有何关系？这帮文官真是无法无天。哼，官商勾结，这若是传出去，损的可是朝廷威严。这吕志轩还真是胆子大。呵呵，官商勾结这种事情有的是，只是都没有拿到明面上罢的。也没想到魏会拿陆家开刀。刘家速度太快了，居然联合了其他大户，陆家恐怕扛不住。我的计划都还没开始。右长啊，这件事你倒是不用太担心。这次的事情并没有谈拢，还有10天时间，倒是可以让你岳丈好好策划一番。10天时间根本不够啊！再说陆鸿昭还是有些手段的，在金陵能当上商业巨头的那个是简单货色，大不了跌出金陵1线势力罢了。这也太直白了，怎么听都不像是在安慰人。右长对这件事可有看法？此局凶险，李老的态度至关重要。敢问，李老您是站那边的？这小子胆色倒是不小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件事我自然是站在赢面大的一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与陆鸿昭还是有几分交情，至少不会现在落井下石。那李老能否站在陆家这边？右长啊，你如今还年轻，很多事情或许没有看透，切莫记住商不与官斗，不然就是以卵击石。两个棋艺不再用以水准上的人如何斗的？如今城主府加上知府，你觉得陆家的赢面大吗？这些商贾的算计真是让人听着心烦。行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这东西我带走，3天后我再过来。吴老慢走。老五还是这暴脾气，年轻人需要稳住心神。老五就这性子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你们刚刚如何谈的，不如跟我说说。李老说笑了，我是小辈，他是长辈，更是国舅，是我不识好歹了。有常啊，这件事确实是你的不对了。按照大钱的律法，3、7分已经是很不错了。而且你瞧瞧书斋有几本像《东陵宴记》的书啊？不知应该有很多吧？其实不多，就1本罢了。而且这1本的价格有9成都归于大钱了，其中1成才是书斋的。而像《东陵宴事》这种书籍，几乎都是2、8分，可又有几世能比得过《东陵宴事》的？91分成，这大钱的规矩简直是在抢钱啊！你可知“东陵”2字是一个地方？不是，准确来说，它是一个帝国。帝国？难道这背后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博弈？帝国？那它还存在吗？覆灭了，20年前便覆灭了。这东陵砚史便是东陵的产物。既然是一个帝国，为何会覆灭呢？在我印象里，好像没有叫东陵的帝国啊。是啊，既然是一个帝国，为何会覆灭呢？并且是一个存在将近1000年的帝国。对了，你不是对东陵砚史感兴趣？你我2人虽相识不久，也算有缘，就将它赠你了。哪有拿这种东西当赠礼的？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看看。虽然是一本上不了台面的著作，可有时候它比如何书籍都值得你品读。多谢李老相赠。除了东陵砚史外，其余的孤本皆是2、8分，而老五愿意跟你3、7甚至是4、6，可见其中的有缘了吧？况且他也不喜与朝廷打交道，纯粹就是欣赏罢了。私自盗卖一旦抓住，落个不好名声外，还需要坐牢的。我竟然还威胁过吴老头，真是无地自容啊！倒也无事，下次你多输他几盘棋便好。毕竟他也并非小肚鸡肠之人，对你还是很宽容的。有时候事情就是这般，你以为对方给你东西卖贵了，殊不知这个价钱已经最是公道不过了。多谢李老教诲。你我虽然年龄之差甚大，不过以其论友，该同辈相称。
棋盘上你与我有点拨之恩，闲暇之余我稍加指点迷昏，算是互惠互利。我想老五也是这般想法。时间还早，不如我们再切磋几盘。行。右长啊，我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可否请教一二？李老，您就别小看我了，若是有什么想问，就直接问吧。请教二字，让我如坐针毡啊！哈哈哈哈！右长说话总是这般让人眼前一亮。我虽不曾仔细翻阅过你的那本画卷，可其中的故事格外连贯。现在回想起，总让人不禁拍案叫绝。而能写出这般画作之人，不该如此啊！李老，我说是我抄的，您信吗？若是他人所言，我肯定是相信的。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，就不那么真了。那李老您都不相信，我说再多也是没意义的。唉，右长，你又谦虚了。纵观这大钱数十年，能写出你这种书之人，无人替汝者，唯汝一人耳。你这般才华，应当博取功名才是。这般与我等在其中消磨时光，是在残害你啊！李老您言重了，考取功名非我所愿，强求不得。这辈子图个潇洒自在便好。若国之大乱，你该如何？不知，难道大钱不算安稳？今日你我二人下棋，心中所感才由此而发，让右长见笑了。李老大义，若是为官，必然是一方的父母官。哈哈哈哈！实在深感惭愧，右长这般，岂不取笑老夫？该罚。那李老您觉得该如何罚？简单，你观那楼船如何？美轮美奂，世外桃源。这小子是在藏拙还是真无才？哈哈哈哈！世外桃源，那就请右长为其赋诗一首，如何？赋诗一首？您这是让林公子赴死吧？他哪会这个？这诗是非做不可。自然是非做不可。罢了，记忆里那首词倒是应景。作诗我倒是不会，但是我听过一首。不过李老可得先答应，此诗不可外传。行，老夫答应你。不过其他人老夫可就不敢保证了。保密。春菊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李老谈谈事情。林公子，我也想听听，我保证不说。唉。行吧，反正诗也不是我做的，那我就开始了。请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好美，像在描述那楼船，又好像不止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这诗词竟然形容得如此贴切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林公子吗？最后一句定要惊艳四族。那人却在……我靠，那里怎么有个人？五小姐，五小姐，林公子为何不继续了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好一个一夜鱼龙舞，妙哉妙哉！李伯伯，林公子，近日苦思良久，才想出应对林公子的言和18打。爹爹说你应该还在湖畔，便打算前来讨教2招。无意听见林公子吟诗，实在抱歉。小女子知道这般行径绝非君子，实乃给林公子赔罪。五小姐哪里话，也就聊聊天罢了，没什么的。那五瑶再斗胆一问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下面是什么？我也忘了。这最后一句说出来，怕是要被误会啊。那这首诗是何人所作？诗名是什么？为何我不曾听闻？诗人是辛弃疾，名字叫青玉案，还望五小姐帮忙保密才是。林公子放心，此事五瑶心里有数的。若是把这诗放在金陵，当为首位。可公子有这般雄心壮志，为何不博取功名利禄，反倒是在此长叹息？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，日子潇洒才是真理。我都说了，这诗真不是我做的。哼，这小子真会装傻。已经好多年没品过这么好的诗喽。好诗，真是好诗，回去一定要念给小姐听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若是无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林公子且慢，何不与小女子下棋，也好让小女子看看这些天的成果。
那就陪武小姐下2局。将军，这局如何能解？这局当真精彩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姚丫头，你棋艺又更进一步喽！你们2人继续吧，老夫就先回了。李老慢走。李伯伯慢走。武小姐，我们还要继续吗？林公子棋艺之深，如同那江中河水，瑶只能为之却步。天赋是固然的，努力才是最重要的，不必为了一时之争而否定自己的过去。武小姐聪慧过人，不会不懂这个理。林公子真是奇人，难怪爹爹跟李伯伯都愿与你相处。可能我比较会说话吧。那我们再来一把。再来一次。哎呀，这诗我怎么就是记不全呢？公子，刚刚那诗的最后一句是什么？我好像又给忘了，您再给我念一下吧。困了，日后再说。哟，咱们的大文豪可算来了。吴老、李老，前2天的事情还是不太好意思。坐吧，这是今早印刷的，总共是100本，你们看看质量如何？这纸质和触感比起之前的手抄本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档次瞬间就上来了。有了这个印，谁还敢说是淫词艳曲？这一波稳了。既然100本已经造出，那就开封售卖吧。不过30两着实太高了，卖不出去，可别说我搞小动作。吴老，就算这书30两卖了，我还是按原本商量好的3、7分成。哼，说好多少就多少，言出必行，这是规矩。这本书我先付了，就当开门红吧。我能买下第1本也算荣幸。李长海，你当面作弊不太好吧？不过规则上确实没说不准。小子，银子你收了，剩下的账等卖完再一并结算。春菊，秋兰，你怎么找过来啦？春菊，叫上他回去吧，老爷让我来通知一下。秋兰，那是林少爷，该有的尊重还是得有的。不是，才多少天啊，你就被他迷惑了？说不定这次是让他走人的。一个只会看艳史的家伙，把陆家的脸都丢光了。秋兰，你小声点，你怎能如此说林公子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小小年纪怎能如此没有规矩？陆家怎会教出你这般丫鬟？这位老爷，这是我陆家的事情，而且我也只是说实话。而且这样品行不端之人，老爷您应该远离才是，不然到时候惹得您一身麻烦不好。吴老，何必跟一个小丫头计较？陆公唤我回去肯定是有事，书的事情就拜托二老了。你放心去便是，鸡毛蒜皮的小事处理完再说，一个丫鬟罢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右长还真是好脾气，好性子啊！晚辈告辞。前几日姚丫头回去后，可曾与你说过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听丫鬟春香说，她屋内的灯火是一夜未熄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哦，倒也没事，我就问问。哼，卖关子，你以为我会上当？哈哈哈，随你随你。那你觉得右长这人如何？做事进退有方，心思细腻，不过还太年轻，过刚易折。他明知我是大前国舅，那日还故意试探，若是旁人，早就畏畏缩缩，敬而远之了。哼，可这小子却非但不献殷勤，还在下棋之时剑走偏锋。嘿，让我多不痛快就多不痛快，更是在笑谈艳史上寸步不让。若不是我对他那丫鬟施压，臭水沟的石头罢了。难得国舅爷这般评价，若是这小子听见，只怕飞上天了。可见此人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。若是见了皇上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个脑袋够他用的。哎，话也不能这样说。右场能为一个丫鬟让步，可见他也是性情中人。若是能多给些时日，你觉得如何？若为直臣，乃大前之幸；若为忠臣，大前当心；可若为奸臣，大前之祸啊！你可别忘了，性情中人在朝堂那可是个贬义词。那你觉得右长是哪一种？不可知也不可言。行吧，先把眼下的100本笑谈艳史卖了，看看这次的赌局谁输谁赢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书如何卖得了30两，抢劫去吧。春菊，你为何老是替他说话？
像他这种人，你又何必讨好？秋兰，今日的事情切莫多言，不然会闯大祸的。大祸？什么大祸？就他，春菊，你莫不是这些天被他忽悠了吧？一个无权无势的邻家二少，还能拿我如何不成？还是说那两个老头子一天到晚就知道下棋？哪家的老爷干这事儿？听闻国舅喜欢下棋，还能是咱金陵的国舅爷不成？秋兰，老爷他们都等很久了，怎么现在才到？有些人走路慢吞吞的，请个几次才肯入府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林公子，你是林家二少不假，可这是陆府，老爷等你多时，总归不好吧？这件事倒是我疏忽了，待会儿我自给陆公赔罪。林公子，请。陆公，伯母，这痴儿竟值得老爷这般重视。这就是陆小姐，这大概就是我未来老婆了。这气质，与武瑶还真是不分上下。右场只是一段时间不见，倒是让老夫有些认不出来了。这些天多谢陆公照顾，路上因为有些事情耽搁了，望陆公伯母恕罪。今日就留在府上吃饭，正好商儿也在，你们相互了解了解。商儿还不过来见见右长？云山见过林公子。我去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在下林不凡，字右长。林不凡啊，林不凡，岂能在这种事情上失了风度？这谁取的字？连起来读真是字右长。珊儿不得无礼。林公子，抱歉，我一时失了礼数。不碍事，名字本来就挺好笑的，想笑就笑吧。这氛围倒是不错。诸位，快来看看啦！新出的笑谈艳史，此乃今日刚到的奇书，不买可要后悔啊！给我看看，给我看，多少银子？给我来一本，给我来一本。右长啊，陆家即将大变，只怕需要你将云霜带走了。走之前，我会让你们成亲，珊儿就交给你了。老夫相信你，希望你日后多多照顾她。陆公这话可是因为刘家跟朱家，刘家联合朱家以及金陵各大家族，打算合围我陆家。可最关键的是，那吕志轩与许志要置陆家于死地呢，赶尽杀绝才是他们的目的。陆公又何必这般悲观？再说未成之事又如何肯定呢？只恨我陆宏无能，不能谋个一官半职，才使得我陆家遭逢此劫。若是他们逼迫赏儿嫁给了刘朱两家，我陆家迟早会消失。陆公，这件事你放心，我必然是有办法的。不过你得先按我的做。你？对，我。这陆伯伯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如何？你就当死马当活马医了，大不了输完我再给您挣回来。好，右长，我陆鸿昭就跟你疯一把。若是不成，我也不怪你，带着珊儿走便是。只要你们能好好的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这老头既然真的把全家性命压在我身上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定不负你。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口舌，没想到这老头这么短快就答应了。陆长，若是你觉得不行就算了，这几日找个时间带珊儿离开。陆公放心吧，哪怕他是官，想啃陆家，也得让他掉几颗牙。哈哈，好，右长有这般底气，老夫就不怕了。从即日起，陆家一切大小事务皆交于你。这就是古人的魅力吗？只是几面之缘就这么信任我，这可是一家的生死存亡啊！陆公，这件事还是由您主持大局，我在暗地里提意见便是。右长这般倒也没坏处，只是不知对方确切的计谋。毕竟知道他们的计谋，才能很好的应对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只是这些天陆陆续续有人与我陆家断绝生意往来，其中黄家跟王家最为果断，外加一些风声，我大概猜到了些。其实这件事对方无非就是压价格，打算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逼迫陆家。若是一家两家，我们还能应对；最坏的打算无非就是两败俱伤，而这样就让其他大户有机可乘。这时候知府与城主府就坐不住了，打算用这种方式打破僵局。只要他们做担保，使其不得内斗，那么矛头将一致对准我陆家。哼，还真是阴险啊！不错，那么问题就在于知府跟城主府为何会对陆家出手？难道陆家与其有过节？几乎毫无过节，这才是我一直想不通的事情。若非要说，那只能是一点，这吕知府想拿我陆家当他平步青云的踏脚石了。真是作恶多端想富贵，行善积德反遭灾啊！
有常此言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！陆公可有解决之法？暂时想不到。虽然知道了对方意图，可一时间也难以应对。右长可有计策？简单，示敌以弱，后发制人。右长可否说得清楚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此句结尾究竟是什么？林公子，你究竟是怎样的人？瑶儿，你可在里头？爹怎么了？唤瑶儿何事？瑶儿你，听说你为了作诗几乎一夜未眠，连膳食都不用，这样子身子会垮的。让爹爹担心了。女儿不饿，若是饿了自然会吃的，爹爹不必操心。诗词方面，你若是不懂，可以去传会，把自己闷在屋里多不好。瑶儿，我且问你，可是因为林不凡那小子给你搞什么难题了？没有，这件事不关林公子的事情，爹爹你可切莫去说人家。放心吧，爹不是那种不明辨是非之人。我还有事就不聊了，我可不想打赌输给那小子。啊，爹爹你在说什么？莫不是你与林公子有什么赌约？哦，没有。瑶儿赶紧吃点东西吧，吃完就回房歇息，不然爹爹可要说教了。爹爹你也是，切莫因为一时兴致的赌约就跟人家过不去。他这般维护那小子，定有问题。掌柜的，不知最近书斋可有新书？这位公子，你可算问对了，今日还真有一本上新的书，还是出自国子监。哦，不知此书在哪儿？好嘞，这位公子稍等。笑谈艳史，掌柜的，你莫不是在消遣我不成？这玩意儿你推给我？笑谈艳史，各位才子别急呀，你们先听我完说嘛。此书你们若是错过，那可是后悔一辈子哦。这本《笑谈艳史》说起来，算是老夫50年来卖过最好的书，没有之一。无论是画工还是作者的底蕴，都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今日我不是吹他，若是不信，诸位且看。这画工竟如此大胆，不知此书多少银子？此书用的是上等材质，还有官府批红，唯一就是价格3两。此价格甚合我意，买了。3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此等低俗之物，狗都不看。我赵某与此书不共戴天。30两我要了。终于有识货的了。哈哈哈，果真是值啊，值！别抢我的！诸位别抢，最后14本，最后9本了，最后1本。掌柜的，给我1本。这位客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刚最后1本已经被这位公子买走了。不是，真最后1本啊？您不是自留1本，不如先卖给我。哎，这位兄台看着眼熟啊。没有，你肯定认错了。哦，记起来了，刚刚这位兄台不是说狗都不看？怎么？刚才那个应该是我兄弟。这位公子，快去别处书斋看看，说不定还有没卖完的。再过1个时辰，可就都打烊了。对，再晚可就真买不到了。兄台，你手上的可是《笑谈艳史》？不错。我有个朋友想买，不如卖我可好？价格可谈。可以，100两。兄台这般坐地起价，是不是过分了？买卖你情我愿，不存在坐地起价。也行，先借我1关，若是真的，便100两买下如何？100两先给钱，我自然给你。这位兄台，我观你尚且年幼，这般直来直去可不好。你若是将它卖我，就算是跟城主府结个缘如何？兄台贵姓啊？在下不才姓许，单一个志。趁我现在还没有改变主意，把书给我。你不想知道我姓什么？我管你姓什么，给我抓起来！许兄，你要的《笑谈艳史》我已经买到，走吧。哼，有本事留下姓名。我姓姬，这便够了。姬姓可是皇家姓氏，这下完了，踢到铁板了。
兄台觉得100两贵了不买便是，为何还要以势压人？莫不是这金铃是你许家的？这位，我真没想强抢。走了，许少爷好自为之才是。许兄，刚刚那人是谁？绝不能让父亲知道我冲撞了皇姓贵人。老奴有罪。罪？何罪之有？他侮辱殿下，该死！殿下，我可不是什么殿下。老奴只知道您永远都是我的殿下，君辱臣死。你说君辱臣死，那你在15年前就该死了。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！起来吧，做给谁看？怎么还没有消息？老爷，这是今日笑谈宴史的刊发情况。总共卖了多少本？不多不少，恰好98本。多少？回国舅爷，刚好98本，还剩下1本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老夫也会看走眼的时候，30两银子居然能卖98本。知府大人，这杯酒小人敬您。前几日的事情进展如何？回知府大人，这11家中已经有7家答应了，就差王家、何家、宋家以及……为何吞吞吐吐的？直说便是。知府大人，这最后一家自然是李家。明日你们2人去找李长海，与他说清楚。难道还要本官去找他不成？知府大人说的是，这件事儿我们明日就去办。我倒要看看这老骨头有多硬。陆公，这件事您没跟伯母还有陆小姐说吧？自然不曾，这种事情说了只会添乱，女人麻烦。那便好，您准备准备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陆公告辞。后生可畏啊！公子和老爷神神秘秘的。公子，你跟老爷都聊了什么呀？还能聊什么？自然是聊家常啊。哦，还有就是聊你。聊我？聊我做什么？那你做妾啊？吕公子，你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！开玩笑的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多问。公子太坏了！哎呦，坏事了！林公子怎么了？等等我呀！李老那头怕是等急了。公子跑得真快！这小子是故意的吧？哈哈哈哈！右长岂是那种得志小人？估计是陆家的事情耽误了。对了，陆家的事情如何了？尚且未知，但也就这几天的事情了。那你这边如何看待？自然是跟随大势。这般你与凌不凡那小子岂不是会闹隔阂？若是我李家不上去啃上一口，别人就会多啃一口。所以你们这些商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哈哈哈哈！这商人之间的斗争可有你那官场黑暗。倒也半斤8两。老五啊，你女儿嫁到皇室后，结果是什么？就因为一句此子不是祥瑞之兆。李长海，你找死吗？好，我不说便是，不说便是。今日之事，就当我不曾听见，不曾来过。人不过100年，朽木黄土一杯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。哼！李老，吴老呢？走了。你是来问赌约的事情吧？看看吧，这是今日的结果。那我这是赢了吧？累死我了！其实说起来算是输了，因为书斋打样剩下1本。那吴老为何让我赢？自然是他自掏腰包了。你别看他有时候性格陈旧，可一旦牵扯到大钱的利益，他就会忽略个人利益。原来吴老骨子里这般大义。有长啊，聪明的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愚忠。现在你也算赢了，30两按6/4分，你1本赚18两，只怕要炒到40两了喽。我想这书迟一点再出，我想按18两的价格买下1000本。李老，你说这书的版权能卖吗？版权那是什么？就是这书的发行资格卖给别人。自然可以，而且这个笑谈宴史只会越来越贵，绝不会越来越低。那李老觉得这书价值多少？若是你非要卖，300万两。不过1000本你得先付1万2银两。那我求您一件事儿。
我可是得带利息的，借12000，利息1天10两，如何？行，反正你也不怕我跑路。这小子确实胆识过人。开门了，开门了！掌柜的，给我来一本《笑谈艳史》。谁用刀把顶我啊？死变态，你还顶！疯了，这些人都疯了！诸位公子们，如今书斋已没有《笑谈艳史》了，已经卖完了啊！怎么可能没有？这不是昨天才发行的吗？要不我打开门，你们进来看看，但凡找到一本，我都免费给你们了。就算把我这小店拆了，也变不出来呀！林公子，你那画卷可真厉害，没想到这些人都在问呢。不过是见不得人的东西罢了。若是让陆公知道，我准挨骂。林公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你是想找谁吗？你说大户家公子都喜欢往那儿跑啊？自然是吟诗作对啊，要么就在府上待着，争取早入考取功名。可是今日湖畔有传会吗？应该有吧。林公子，你想去传会？不太想，我怕你跟我一起丢人。林公子的才学，做一首诗还不简单？就拿那首。我这是让你长记性，装逼是容易挨打的。容易让人家误会，觉得你是登徒子。林公子不可再打我！对啊，我咋忘记了呢？青楼啊，勾栏听曲啊。春菊啊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就是青楼一类的？啊，公子你说啥？就是附近有没有青楼什么的？林公子，那地方你不能去的，对身体不好，而且小姐会不高兴的。春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去喝花酒的，我就是去办点正事儿。真的，我发誓。这地方也熟啊。老板娘来壶酒。你不是说没来过吗？哟，这是哪家的俊俏公子啊？哼，登徒子。老板娘给我来壶酒，随意点都可以。哎呦喂，瞧这爷的语气，一看就是没少来啊。姑娘们下来接客啦！不知公子可有喜欢的姑娘？若是没有，这些姑娘公子都可以瞧瞧。太可惜了，要不是春菊在，一定好好玩玩。公子要是敢乱来，我定要告诉小姐。老鸨子，您误会了，我真不用啊，就给我来一壶上好酒就行。哟，公子您是瞧不上我这些女儿啊？还是花钱消灾吧。老鸨子真就一壶酒好吧，银子我照给，这些可够。女儿们还不将这个公子爷请上去备酒？林公子，我们来这儿到底是办什么事儿啊？这酒可是花了10两银子的，不吃多浪费啊！我们现在就是在办事儿啊。喏，这糖醋还不错的。真是搞不懂他。林公子，你不会真的想就是那个吧？啊？什么？哼！今天真是快活，今天表现的不错，等我过几日再来。果然在这里。刘兄，今日可还满意？呸！没想到这刘稍远是这样的人，亏秋兰还喜欢他。走，跟上。这几日为何没看见许兄去传会？哎，还能为何？无非是那日之事。我这几日都是提心胆战，坐立难安啊。哎，也算我们倒霉。不过我跟我爹打听过了，说是金陵的那位大钱弃子。刘兄此言，切莫让人听见了。弃子那也算是大钱的子嗣啊。李家那边已经同意了，明日就会对陆家动手。到时候这陆小姐就是刘兄的囊中之物了。不过陆云生的那个丫鬟春菊，到时候给朱棣便是。嘘，怎么了，春菊？刚刚他二人说的可是真的？他果然被吓到了。确实是这样的。这件事陆公已经知道了，有应对之策的，所以你不必担心。这刘家跟朱家太过分了，我就是死也要跟陆家共存亡。降价了，所有东西都降了30%，快抢啊！陆家生意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林公子，这样下去陆家就完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呢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林公子，多日不见，可还好？
多谢武校挂件，我挺好的。武小姐呢？我一点都不好。林公子那日的清誉案惊为天人，武瑶夜不能寐，不知公子可否告知全词？这可怎么圆场？这个我真忘记了，容我多想几日如何？他定是又在敷衍我。这些是我爹爹让我给公子的，总计1000本。敢问这书可是公子所写？为了生活，迫不得已，望武小姐能帮忙保密1、2。原来他还有这般本事。这件事武瑶自会考虑。我这儿有一件事需要林公子帮忙，不知可有兴趣？金陵第一美女居然求我帮忙，若是能做到，必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过段时间吧，到时候我自会找你。春菊，去租间隐蔽的屋子，把这些书藏好，切莫走漏风声。林公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办得妥当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陆家的基业难道要毁在我手里？右长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些天我没有任何动作，可陆家快撑不住了。陆公，请看，此书1本可卖30两。什么书能卖30两？我且问你，这本《笑谈艳史》卖多少银两？不知老爷能不能让我近看一番？真的是这本绝世佳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爷，这是《笑谈艳史》啊，有官府批红的。那此书多少银子1本？30啊！真30？没想到此书竟有如此天价。老爷，这玩意儿现在可是有价无市啊！现在啊，您就是出40两都有人买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此书价格实属罕见啊。不过这与右长接下来说的事情有何联系吗？自然是有联系。陆公可知这书出自何人？右长直说便是，又何必跟我卖关子？这不为难老夫吗？这老头真是死脑筋。陆公，我都这么明显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此话当真？好，你此话当真？好，这老头一惊一乍的。右长好啊！虽然是验史，可能卖出这般价钱，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而且我卖1本能得6成，这样说起来，保守1个月得有10万两。10万两，陆家1年也没这利润啊！右长啊，你该不会想用这些卖书的银子拿进来填补吧？时间根本来不及。确实有这样的意思，不过我会有更好的计划。这次来就是想跟陆公商量一下。右长不妨把计划与我说说，有时候切莫膨胀。陆公放心，我定然有自己打算。我想问问陆公，若是想将金陵的这些店铺货物全部收下，需要多少银子？他这是要吞天啊！陆公，我们不应该只注重防守。当敌人向你发起猛烈进攻之时，就意味着是他防守最脆弱之时，所以我们必须比别人更快。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，此子绝非常人。若是他们所有人的店铺价格降至5成以下，那么他们是亏还是赚？降至5成，那绝对是在流血。大部分是亏，甚至亏的不少。那若是他们所有人的价格低于5成，这时候把他们店铺的货物悄无声息全部买走，大概需要多少银子？买走所有货物，这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大概需要300万两，甚至更多。那陆公能否在短时间凑到这么多银子？你若是说100万，我咬咬牙，说不定能凑到。那60万呢？可以。好，陆公你凑60万即可，剩下的交给我来。右长，你这般到底想做什么？这小子莫不是要把天捅个窟窿？陆公您放心，您接下来只需要跟我演戏就对了。演戏？如何演戏？演一出落魄公子被扫地出门的好戏。林公子，事情都按照你的吩咐弄好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不用，你做事我放心。走吧，见见李老。40万两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右长这次来又要借多少？这次
会多一点点，大概30-40万这个样子。40万，林公子疯了吗？对不起，李老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又长，你当我是开钱庄的？实在不行，30万也行。可以，3个月连本带利还我50万，这笔买卖你可做的？成交，李老爽快。好，咱们这就立字为据。右长可想好了？公子，印泥在此。右长为何不讨价还价的？3个月10万的利息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您不也没有问我要干什么吗？能借给我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右长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想干什么，到时候可别亏完了。李老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白借的。3个月内50万如数付还。去吧，老夫等着看你的戏。公子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公子，你真的不用我跟着去啊？放心吧，真没事。你先回陆家吧，等事情结束你再回来。等这件事结束，我找陆公把你买过来如何？陆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小姐对我也很好的，我不能这样的。拿着吧，这玩意儿可是初稿，买不到的。那谢谢公子。公子，你可得好好的。公子，春菊等你回来。拿着吧，找些事做才是长久之计。我靠，没想到我的演技这么好，竟然能骗到路人的施舍。要书吗？买书吗？哎，刘兄，那人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啊？买书吗？笑谈艳史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这位公子，我这儿有笑谈艳史的孤本，绝对1比1真实，价格还公道，不知道。凌兄，啊！我去，还真是你啊！原来是2位公子，瞧我这记性实在失礼啊！凌兄怎么混成这般模样？难道是陆家把你赶出来了？不是，朱兄，是我自己出来了的，对了，刚刚凌兄在卖什么？不妨拿出来让我2人瞧瞧。哎呀，我的书！凌兄，你这笑谈艳史何处所得？我前段时间买的。前段时间买的，这东西就那么100本，据我所知，没人一下子买10几本，不知凌兄何处所得啊？不如我跟朱兄割爱一番，300两全部买下如何？这2人还真敢开价。这280两就好。要不要280了，你给我250就行。凌兄，这玩意儿你偷来的？我怎么可能偷东西？这明明是我画。居然是他自己画的。凌兄快请起。对，凌兄快请起，这地太凉了。来，今日见到凌兄乃是缘分，走，我们去酒楼畅饮一番。小2来壶好酒，还要把菜名拿来。好嘞，凌兄，想吃什么尽管点。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上一遍，还有这个熊掌什么的。这小子下手有点狠啊！凌兄，这笑谈艳史是你画的？凌兄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跟别人说。这个是我仿的。仿的？在下对艳史颇为喜欢，以前经常自己画，所以。凌兄，这仿朝廷的书籍私自盗卖，那可是犯法的。若是中了，可得杀头的。对呀，凌兄，
你这可是杀头之罪啊！你怎么这般糊涂？完了完了，这是要掉脑袋了！林兄不必担心，这件事我们自然是不会说的。不过我们想跟林兄合作点事情啊，合作什么？自然是你的笑谈艳史啊！你看你这仿的多逼真啊，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了。林兄啊，你看你有才华，我们有材料，岂不是妙哉？到时候做大做强，我们利益平分，那时整个金陵乃至大钱，都是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呀！不是说只要杀头的吗？这件事我不敢啊！可林兄你已经做了呀。可你若是跟我们合作，那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到时候你不说我不说，咱哥几个谁跟谁呀？是啊，林兄，我想这件事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吧？全凭二位大哥做主。林兄说会仿笑谈艳史，那么林兄可有证明？我可以带2位大哥去看看，我那里还有300-400本，都是我买纸张仿制出来的。灵帝，此话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我岂能欺骗你们？那就请灵帝带路，让我们也长长见识。2位大哥，这边走。这地方确实够偏僻，难怪没人发现。2个蠢货这么容易就上钩了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不是哥们儿，你一个门上3把锁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家有东西？林兄这防范意识还真是异于常人啊！里面有点暗，我点个灯。这么多啊！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。灵帝还真是奇才啊！若是能批量制作，可是一笔大财富啊！合作可以，可这些是我个人的，这些不能动的。鼠目寸光的家伙，灵帝啊，不如这些都卖给我，价钱按20两算可好？这些我得一本本卖才值钱。不过我们可以合作，这事好说。既然林兄不卖，我们自然不强求。合作可以，但是我要占大头。那林兄想拿多少？8成。这白痴想钱想疯了吧？林兄，你若是拿了8成，我和刘兄就只有1成，成本都不够啊。是啊，林兄，你虽然有能力不假，可也不能这般过分吧？那你们打算要多少？不如你4成，剩下的我朱刘2家平分，林兄只需写画画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，如何？到时候躺着就能赚钱，这样岂不两全其美？是啊是啊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。行吧，4成就4成。林兄就在家中等好消息，剩下的交给我2人。这地方环境太差了，到时候给你安排个舒坦的地方。慢走，不送。这2个蠢货，再让你高兴高兴，到时候可就笑不出来了。怎么突然感觉自己更像反派了？你2人确定这是那林不凡仿出来的？没错，今日是意外撞见他的，这可是稳赚的买卖啊！我感觉真可以。刘兄，你觉得此事如何？若是真如邵远跟朱子二说的那般，这玩意儿可是真金白银啊！我建议交给知府大人，这东西贪不得。爹，送到官府顶多给你几句夸奖，我们就算卖20两一本，那都是纯赚的。好东西啊，只可惜是假的。爹，这玩意儿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是假的？富贵险中求。朱兄，这件事依我之见，干吧。爹，这银子不赚白不赚啊！这件事我总感觉太蹊跷。林不凡此人在哪儿？他在金陵城西，要不我去把他叫来。这件事要不要跟许城主以及吕知府说一声？朱兄，
那吕知府跟许城主是何人？若是让他知道了，他要占6、7成，你给是不给？算了，干！不过根据刘侄儿跟文儿所言，此人毫无心机，若是出了事，便让他顶。还是朱兄想的周到啊！材料方面我们提供便是，无论什么要求都满足他，先把他稳住，等东西学到手了，找个机会除掉便是。派人打探一下凌不凡与陆家到底断没断，这件事一定要慎之又慎。朱兄觉得这是个圈套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啊！我这便找人去陆府探探口风。少元，你与子文去办吧，哪怕多花点银子都无所谓。爹，放心，这件事我跟朱兄一定办好。刘兄，灵帝怎么了？这些天倒是辛苦你了。最近确实是累了，我想出去走走透透气，而且脑子还晕乎乎的。这小子想干嘛？灵帝这般，莫不是想我可以安排啊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那个主要是很久没出去玩了，而且我想去看看陆小姐如何了。还惦记着陆小姐呢。灵帝啊，陆家那边早就不把你放在心上了，你又何必去自讨苦吃？哦，那算了。对了，刘兄，我想问问咱那个工资银子什么时候结一下？哦，银子啊，这个目前还没办法结给你啊，现在是1本都没卖呢。那我先休息几天，这些天就不做了。我去散散心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先给我点银子，就当预支了？你要多少？要多了他会怀疑我跑路。就50两吧，毕竟青楼挺花钱的。为兄给你100两。不过为兄现在没时间陪你去，就让2个下人保护你吧。毕竟金陵可不比你江都啊。这老登居然派人监视我，还是刘兄待我好啊，这样我显得有面子一些。不过为兄现在没时间陪你去，就让2个下人保护你们。毕竟金陵可不比你江都啊。这老登居然派人监视我，还是刘兄待我好啊，这样我显得有面子一些。这都是应该的，灵帝玩的尽兴些。哎，还得再演一下。对了，那个就是刘兄说下个月。放心，我刘少远说话算话。去吧去吧，等印章完成就是你的死期。别怪做哥哥的心狠啊，实在是这世态炎凉，这些天能好好享受就好好享受吧。这大买卖终究是我刘家的。哟，总算把公子您给盼来了。奴家对公子您那是念念不忘啊。这次春菊不在，可以肆意妄为了。切。哟，公子您这般猴急干什么？不就银子吗？30两够不够？哎呀，够了，拿去吧。那奴家可就不客气了。姑娘们，还不下来接待你们的公子？正戏要来了。来了，不知公子想要我们谁陪呀？还是说公子想全部都要？是他，那天给我银子的人。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。这位姑娘，公子有事，千万别走。公子这可是咱迎春院的花魁，人家可是只谈娶不办寝的。姑娘，可否邀请你去房间畅谈一番？畅谈？公子误会了，而且我的酬劳可不低。50两够吗？30两就行。太好了，既然给钱，便听他一言。公子你可真偏心，我们还能陪公子畅聊1晚上的人生呢。不如这样吧，把这2位兄弟伺候好了，我一样算你们银子，如何？还有这等好事？那就多谢林公子了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的。终于摆脱这俩眼线了。这屋内连张床都没有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公子或许记错了，我们不曾见过。公子想听什么？这古代的曲子我都不知道啊，随便蒙一个吧。十面埋伏会吗？没听过有这首啊。
好吧，这气氛有点尴尬呀。公子，我刚刚便说了，只卖艺不卖身，请自重。姑娘误会了，这是给你的费用，这是那天你给我的2两银子，如数奉还。他竟真是那位落魄公子。公子为何跑来这种烟花柳巷？可是有什么不如意之事？没有，只是办事罢了。办事？公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这高度要是硬跳，非惨即伤啊！得想个办法脱身。这能跳下去吗？啊，这里可是3楼，公子可是遇到了什么事，需要小女子帮忙报官吗？姑娘可否去帮我找根绳子过来？公子，抱歉，这么长的绳子真的没有。跳下去是不行了，得换个法子。公子是打算从这儿离开，不让下面的人发现？对啊。要不我写一封信，姑娘帮我送一下如何？我给你跑腿费。远吗？不远，就在金陵城内。成败在此一举了。姑娘，帮我把这封信送去金陵的国舅府上。啊，国舅府？对，拜托姑娘了。这位公子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何人？止步！这位大哥，我是来送信的，这里有一封信需要交给国舅爷。何人派你来的？谁的信？小姐，到了。你是小女子苏竹如，见过五小姐。原来是苏大家，不知今夜拜访，所为何事？爹，有人给你的信，是苏竹如送来的。苏竹如，那个被抄了满门的苏林之女，也是个可怜之人呐。哼，终于来信了，还以为这小子死在外面了。爹，是林公子。这好像是一个地址吧？难道是林公子有危险？来人！国舅爷，请吩咐。立即按着地址查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刘兄啊，我们得快点行动，这玩意儿留在手上就是废纸，卖出去才算银子。富贵险中求，富贵就在眼前啊，刘兄。林老弟，好，明日就在金陵先卖一点，就一点点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官兵？许城主，我们借一步说话可好？刘公子，本官这是在执行公务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刘公子，这玩意儿书斋都没有，反倒是你们这儿有。城主大人，咱们也算有点交情，你看多少银子？将这里的所有人都带走，押回衙门受审。对了，谁是凌不凡啊？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林公子举报有功，你可以走了。什么？大人，他他妈才是主谋，他怎么就变成有功了？大人，我是冤枉啊，我都是被逼的，不然他们就要杀了我呀！都带走，交给衙门发落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如今少远被抓，搞不好是要杀头的呀！这时候千万不能让子文跟少远承认，把所有事情推给林无烦。若实在不行，只能舍小保大。李志轩，还是你够狠啊！大人，刘家主和朱家主求见。让他们进来吧。罪民刘清，罪民朱杰，叩拜知府大人。刘家主、朱家主，你二人这般是为何？我二人有罪，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，被人利用导致利欲熏心，辜负大人的信任，酿成今日之大祸。推得挺干净。好，好，好，也就是说，此事与你二人的儿子毫无关系，他们只是被歹人利用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回大人，他二人尚且年幼，都是被那林不凡蛊惑了呀，还望大人替我儿做主啊！好你个刘清，大难临头还敢狡辩，这件事你敢说你二人不知？尚且年幼，你给本官解释一下，何为年幼？大人呐，求你放过少远吧，这些年跟着你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住嘴！你这是在威胁本官吗？草民不敢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出10万两，不
20万两，20万两买邵远的命，这件事都是凌不凡指使的。好啊，你把本官当什么了？本官办案一向公正严明。大人，这是5万两，您先收好，还请大人以金陵大局为主，毕竟您的前途才是大事。等等，这件事真的是凌不凡怂恿的？是，千真万确。带人犯上堂。你们3人可知罪？大人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这件事都是凌不凡怂恿我们的。凌不凡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这件事我都是被逼的，而且还是我举报有功的。那就请你2人拿出证据吧。那日他卖笑谈宴时只需要20两银子，我们便想多买一些，结果他带我们去他屋里，里面居然有几百本，于是他便哄骗我2人。这件事凌不凡才是主谋的。该我表演了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我房内的书可都是正版我自己画的，他2人想20两强买强卖，还把我诓骗到仓库说给银子，结果是想白嫖啊！太丧心病狂了。等等，你刚才那句说的什么？我说他2人想白嫖，简直丧心病狂。再上一句，再往上。我说那些书都是正版我自己画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胆凌不凡，公堂之上竟敢狡辩！你说这笑谈宴史是你画的，就凭这一点，本官便可判你公堂狡辩。来啊，大刑伺候！这真是我画的，你不相信可以问国舅啊，他知道啊。哼，国舅爷会认识你这种草民？你可以先把我的那些书拿来看看，若是假的，再用刑也不迟啊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查。去吧，保准吓死你。大人，那些书确实是。凌不凡，就算这书是你写的，可这跟你私访笑谈宴史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还是主谋，还想硬扣帽子？吕知府，既然是我自己画的，我为何还要仿啊？大人这未免太好笑了吧？我动机何在啊？你说你被胁迫，据我所知，你前几日曾去那迎春院寻花问柳，这如何解释？大人，我去青楼，此事为了求救。那日我把信件交给花魁，让他转交给武国舅。这件事城主大人可以作证啊。此事确实是武归舅吩咐的，去把迎春院花魁叫来。这就是苏竹如啊，长得也太美了吧！这女子丝毫不输陆家小姐啊！小女子苏竹如拜见知府大人，拜见城主大人。这么快就来了？大人，国舅爷特让我等护送苏姑娘前来提供证词的。武烈这老匹夫居然真的保他！武国舅亲自作证，这件事就不必再审了。凌不凡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哎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大人真的要让我身陷囹圄，还是有点小紧张的。你可以走了，不过你若是做了什么扰乱秩序的事情，本官不会放过你的。大人，那这些人如何处置？他们损害大钱利益，还逼我同流合污，要不是在下一心为国，为人正直，早就堕落了。这公堂之上，还轮不到你来质问本官。下去吧，退堂。好一个凌不凡，敢当众戏弄本官！若不是因为武烈，我必将此子严惩不过。想办法洗脱刘少远等人的罪名，先彻底击垮陆家。姑娘，非常感谢你来给我作证。原来你叫苏竹如啊，这名字真好听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公子这番话，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。那笑谈宴史是你写的？你很了解女子吗？养家糊口而已。若是姑娘喜欢，我送你一本。林公子好意，心领了，书就算了，我还有事，便告辞了。洗个澡真舒服啊，也不知春菊那丫头想我没。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些天可担心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。我能有什么事？无非就是天天吃饭睡觉，偶尔逛逛青楼潇洒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哭花了就不好看了。公子又在打趣我。
公子，你好像变白了不少哎。所以要包一个吗？公子不可以这般轻浮，若是让人看见不好的。对了，老爷他们很想你呢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还不是时候。春菊，你回去吧，就说我没事了。啊，还不回去啊？老爷可担心你了。而且前2日，刘家还来逼迫小姐来嫁给刘少远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现在刘少远跟朱子元都被我送进去了，短时间应该没事了。你先回去，放心吧，还有我呢。那林公子，我走了。若是春菊不想走，今晚就在我屋里暖暖被窝。这几日怪冷的。哎呀，羞死人了！你小子倒是好兴致啊！吴老，瑶儿啊，你以后离这种没正经的人远点。哼，连别人家丫鬟都惦记的人，与禽兽何异？走吧，这么多天没见，看你起义生说了没？吴老啊，我那是开玩笑的啊。今日吴老怎么有时间来找我了？怎么，你闹出这么大个动静，老夫不应该问问？您让下人捎个信，我亲自拜访就好，免得您麻烦。哼，亲自拜访，然后让那些人觉得我武烈跟你狼狈为奸。吴老，这事我也是被逼无奈嘛。被逼无奈？我看你是卑鄙无赖。老夫以前只是觉得你会点小聪明，没想到你也是个阴险货色。吴老，如今这吕志轩估计现在就想着怎么弄死我了，要不您想想办法让他罢官。罢官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人家吕志轩好好的，又没犯错，凭什么要罢官？无商不奸嘛，这吕志轩又能好哪儿去？你觉得吕志轩是贪官，是奸臣？不然他还能是忠臣、清正廉洁、两袖清风？吕志轩上任这几年来，金陵风调雨润。4年前一个馒头5文钱，如今只要3文钱，也算是给百姓喘了口气。对老百姓而言，绝对算得上一个好官。但是他也不能对我陆家赶尽杀绝啊！吴老，你总得帮我吧？那只能说你活该，你不激他何苦如此？今日找你来是说这个，朱刘两家做了1万多本，若是烧了可惜，若是不烧，何以镇大钱律法？你说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？这东西就是送给吴老的礼物啊！你随便找些烂书堆起来烧不就好了？这些仿的自然是拿去继续卖啊！你小子尽处馊主意，这件事是你提出来的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你继续吧。没了？没了？什么没了？老夫是让你走棋。我已经说了。爹，你没棋了。哈哈哈哈！这下朱家跟刘家总该消停些了。右长那边如何？林公子说，现在还不是回来的时候，得等段时间再说。哼，这小子写什么笑谈艳史？这陆家以后还如何颜面在金陵混？如今的陆家哪还有颜面？陆云宁，我劝你以后对右长态度好一点，不然有你后悔的一天。哼，后悔？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你。哼，得想想接下来如何应对吕志轩了。这里我可以坐吗？可以。其实我对下棋也挺感兴趣，不过不会下，要不你教我一下？你会摆棋吗？会的。这小孩倒是一点也不认生。外公说学这东西对我没好处，所以我这辈子注定没什么作为，只能跟女子一般在闺中绣花。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，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。下棋吧，边翻边聊。对了，公子你叫什么？林不凡。姬英。他的棋艺远在吴老之上。很久没有这般欢快活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再会，再会。跑得倒快。姬英，有缘再会。
烧了太可惜了。是啊，给我一本啊，这可都是银子啊！今日本官焚毁仿造的笑谈砚史，以正大钱灵法。带上来。这几人私自仿制朝廷书籍，严重触犯大钱律法。斩！朱刘两家果然把人抱下了，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替死鬼。在这金陵，若是有人胆敢私自仿大钱书籍，那便犹如此案。林公子，我家大人有请。哈哈哈，林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知吕大人找我所谓何事啊？林公子请坐，来人奉茶。林公子怎么不动啊？这可是上等的雀题，莫不是怕我下毒？确实是好茶，不过与五国舅府上的比起来，就差了点意思了。哈哈哈哈！林公子，你这人还真是有意思。据我所知，你连国舅府的大门都没进过，何来喝茶可说？呵呵，或许只是您不知道罢了。你我二人也算打过交道，你觉得我这人如何？大人公正严明，实乃金陵的父母官。比如这次的案情，就处理得很大公无私。哈，林公子，你我之间也就不必打哈哈了。如今那刘少远、朱子文还在大牢里呢。其实你也应该清楚，就算朱刘两家败了，陆家依然逃不过被覆灭结果。计策不错，可惜没用。这账该算陆家头上的，一笔都不会少。林公子又对权力二字了解多少呢？罢了，林公子请回吧。对了，我看过你的笑谈砚史，确实挺不错的。宋柯，看来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你肯定还会来找我的。吕志轩这条老狗，这是想让我用笑谈砚史换取保全陆家的机会。吕志轩啊，吕志轩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猴急啊！看我给你玩把大的！麻烦帮我通报一声国舅爷，就说林不凡拜访。你小子跑我府上来干什么？哎，五小姐不在吗？宋柯，哎，吴老息怒息怒，今天是来办正事的，办正事的。吴老这也太敏感了吧，迟早让你喊我一声贤婿。我看你能变出什么花来。吴老，我这儿有一样东西需要您帮我瞅瞅，放心不白干，肯定给您好处。你小子有什么宝贝东西啊？还藏着掖着？行吧，让老夫开开眼。大人，这些天刘家跟朱家一直说想见您，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商量的，只要值您开个价就好。这件事先放一边。林不凡那边可有情况？这几天可曾去过什么地方？回大人，前日林不凡离开县衙后，独自去了一趟国舅府，大概待了有2个时辰，之后就回家了，再然后便再也没有出去了。看来他跟五国舅的交情也不怎么样呀，还想着靠五国舅扳倒我，痴人说梦。大人，林不凡前来求见。哦，他可算来了，倒是没让本官失望。去，叫他进来。草民林不凡拜见大人。哎呀，林公子免礼免礼。林公子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大人，今日前来自然是为了生意一事。生意？这林公子莫不是跑错了地方？我是朝堂的4品官员，不是商人。明明是从4品。大人，这只要是利益，那便是生意，不知大人可否谈谈？既然林公子都来了，本官也想看看是什么生意。坐吧。多谢大人。大人觉得我这笑谈砚史如何？画工精湛，比例浑厚，如鬼斧神工般。吕某叹为观止。
真是大开眼界。吕大人谬赞了。那大人觉得此书能值多少银两？价值远胜价格。若是非要说一个，1000金不为过。当然，此1000金非彼1000金。不如我二人做一个交易如何？至于交易的内容，便是这笑谈艳史。此书乃是林公子的心血，就这般拿出来交易，怕是不太好吧？吕大人说的哪里话？有时候不也是处于无奈吗？毕竟我们只是民，只是商，又岂敢与朝廷作对？既然留不住，又何不卖了？林公子可得慎言呐！朝廷是体恤百姓的，岂会有林公子说的这般下作？哎呀，林某糊涂了。这笑谈艳史主要是我不行，所以就觉得卖给吕大人，这般也算成人之美了。林公子，我是朝廷命官，不是强盗，哪怕是我吕某名正言顺买的，到最后也会变味的。我吕某岂能受之？吕大人高风亮节，或者大人有什么亲戚朋友没有？引荐一二倒也不是不行啊。这倒是有那么几位，不知林公子打算多少银两出售啊？这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卖，不如大人给个价。这么多如何？大人这也太多了吧？岂能500万两？不如就200万如何？林公子，本官说的是50。林公子，本官说的是50。大人，小人还是懂得知足的。虽然这玩意儿只在金陵一天大概能卖个几千两银子，大前王朝山河万里，一年得多少利润？我林某可不是什么贪财之人啊。若是您觉得便宜太可惜，那我卖给国舅府也不是不行。前2日我去了一趟国舅府，你猜国舅爷给的什么价？成交，就200万。不过我先付1万的银两，剩下的等后面再如何？没问题。不过小人还有一些后顾之忧，需要大人您处理一下。毕竟猪那么多，何必盯着陆家一头呢？这小子倒有点手段。既然如此，不如顺水推舟。行，这件事儿本官答应了。吕大人可做得了主？在这金陵，还有我做不了主的事儿？哈哈哈，自然是做得了主。来人，拟契约。200万两，这买卖不亏。大人，咱可得先说好了，我的东西虽然卖了，可以后也不想辱没了它的价值，所以价格不得低于30两。然后就是这个月，总得让我把这些利润吃下吧，不能做个饿死鬼。这小子。其次，大人需要把剩下的100万10天内给我，这些应该都没问题吧？哼，年纪轻轻，胃口不小。林公子不仅贪，而且很谨慎呐。你既然让本官做主，本官肯定就不会辱没了它的价值。那就请公子执笔吧。望大人遵守承诺，切莫违背约定，不然大人也会头疼的。一个无权无势的小辈，还能翻天不成？哎，那在下就告辞了，静等大人的消息。还有那100万两，好说好说，3天后100万自然会奉上。毕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我需要去准备一番。那就还请大人您快些，毕竟3天后我便要回江都了，到时候我可急需这笔钱呢。哦，回江都？林公子此话何意啊？难道你不做陆家的女婿了？说来话长，被刘少元等人抓住是假，被陆家赶出来却是真。如今我有了200万两银子，何愁找不到心仪的女子？又何必受他陆家的气？毕竟陆鸿昭本就是个死要面子之人，这笑谈艳史更是让他觉得脸上无光。最重要的还是陆家的丈母娘对我不喜，我便决定回去了。原来如此，那确实是不带也罢。这赘婿本就受气，陆家的陆云宁那是出了名的泼妇。不过男儿志在四方，岂能以为一女子而受此委屈？林公子放心回去便是，这银子我1分不少的拿给你。这蠢货居然真信，那就多谢吕知府了，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。到时候吕大人去了江都，一定要来做客才是。哈哈哈，好说好说，林公子放心便是。来人，去把朱刘两家给我抄了。徐大人，你可算来了。知府大人怎么说？
刘家连同朱家倒卖笑谈宴时，涉及金额巨大，没收朱刘两家的所有家产，以抄家之罪论处，立即执行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不，知府大人肯定是误会了。许城主，我们跟着您也有10多年了，您就帮帮忙吧。刘家主，事情有没有做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虽然你儿子刘少远嘴硬得很，可你们的那些下人不行啊，犯下此罪没有满门抄斩，就已经是在念及旧情了。所以你现在活着可比什么都好啊！我儿子呢？哼，放心，死不了，顶多在牢房待个7年8载的。有常，你是疯了不成？你怎能如此贱卖？那笑谈宴食可是几辈子吃穿不愁的东西，你让我如何说你的好？陆公没事的，笑谈义士送给吕志轩又有何不可？有舍才有得嘛，我倒是觉得很值。值！陆公真不用动气，这吕志轩可不是这么容易满足的人。我估计这银子也是从朱刘二家身上出，真是不费一个子就换走了我的笑谈宴食。哼！是啊，你200万卖给吕志轩，吕志轩转手就把朱刘二家抄了，还真是符合他吕志轩的做派。陆公，这的确是他抄家的钱，那总不能进他私人腰包吧？有常啊，你有时候聪明，怎么有时候又傻呢？到时候笑谈宴史大卖，他补上不就完事儿了？现在卖都卖了，说这些又有何用？陆公没事的，不过这2日我得返回江都了。回江都？为何要回江都啊？如今你跟商儿只差成亲了，而且如今我陆家又欠你这么大个人情，你若是这般回去，你父亲又该如何看我？陆公，我与陆姑娘的亲事不必强求，她有自己的想法那是好事。若是她不喜欢我，我们成亲了，2个人的日子肯定都不会好过。既然这样，何不随了陆小姐的愿？我可以亲自跟父亲讲的，所以陆公不必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你不能走，这亲你是非成不可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件事由不得你。若是你觉得我陆家不放心，那200万两送去林家便是，到时候我分文不取。不是银子的事情，婚姻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。如今的事情还没有完，金陵剩下的商户都虎视眈眈的，他们如今可都盯着刘朱二家的商铺呢。回江都？为何要回江都啊？如今你跟商儿只差成亲了，而且如今我陆家又欠你这么大个人情，你若是这般回去，你父亲又该如何看我？陆公，我与陆姑娘的亲事不必强求，她有自己的想法那是好事。若是她不喜欢我，我们成亲了，2个人的日子肯定都不会好过。既然这样，何不随了陆小姐的愿？我可以亲自跟父亲讲的，所以陆公不必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你不能走，这亲你是非成不可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件事由不得你。若是你觉得我陆家不放心，那200万两送去林家便是，到时候我分文不取。不是银子的事情，婚姻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。如今的事情还没有完，金陵剩下的商户都虎视眈眈的，他们如今可都盯着刘朱二家的商铺呢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公子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？春菊，这就是你嘴里的凌不凡，他就是这般对待陆家的。他现在有了银子就记不得陆家了，他最难的时候是老爷救的他，这样的人简直比谁都恶心。不是的，林公子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混账，真是混账！居然如此忘恩负义，亏我陆鸿昭还将他带回金陵，现在有了钱就毁约。老爷晕倒了。气死我了！这林家逆子，林家怎么养了个他这种玩意儿，简直是不知廉耻！不就100万两银子吗？我陆家还真就不稀罕。娘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尚儿，你看看他的那副嘴脸，比刘家、朱家还可恶。娘，林公子又没做错什么，你又何必说的这般难听？没做错，怎么就没做错了？他是陆家的赘婿，那他就是半个陆家人。是时候把话说清楚了。他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是陆家人，而且人家该帮的已经帮了，
前段时间林公子也与我说过，既然不喜欢，让我不必强求，所以自始至终他也没做错什么的，你又何必这般揪着不放？事情便是这般，林公子不欠我们什么，他如何做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相反，是他拯救了陆家。小姐，我要去找公子。有常这般，就不怕外人戳你脊梁骨？我自己的人生，为什么要听别人的？为了别人而活的人，是不会快乐的。右常此番话，算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。没想到你年纪不过20，却已经到了不混的境界，难得啊，难得啊！那李老呢？你是为自己活，还是为别人活？我，或许是别人，或者也不能算人。哈哈哈哈！来，喝茶。这吴老头最近可是发了一笔财呀。不过你小子也是挺狠的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儿，是刘家、朱家太贪婪了。如果他们把我送去给吕志轩，说不定还能得到2两银子呢。那1万本笑谈胭脂真的烧了？您觉得呢？我就知道你小子尽出坏心思，也算是吴老头找你小子背锅了。这话可不能让他听见了，不然我们2人就得挨骂喽。哎，那不是你的丫鬟吗？那李老今日就到这儿了，到时候银子会给您送府上的。不急不急，心里有数便是了。春玉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林公子，你是不是要回江都啊？你是不是不打算跟小姐成亲了？你那时候不是这样说的。你是不是因为有了银子，所以你就不想在这儿待了？你以前还说要娶小姐的。你现在怎么能就这样说走就走？现在府上的人都说你忘恩负义。春菊，我跟你家小姐都没感情，还不如和你来的实在。再说陆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自然就得回江都了。现在他们都在说你，可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对我那么好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虽然我知道这样很过分，但是我真的不想你走，算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春菊啊，他们想说就让他们说好了，又何必在意这么多？我们做人不能太自私，但是也不能太无私。我现在就是有100万两，那我想走不也是应该的？他们凭什么觉得我对不起陆府？再说把陆府搞成这样的人是我凌不凡吗？结果呢？他们不怨朱颜刘两家，而是怨我带来的霉运。他们不思感恩，反倒是觉得我离开有错。我又没欠陆家什么东西，难道不是吗？凭什么我作为赘婿，就一定是他们选择我？是我为此高攀他们，而刘家进来就不是高攀了呢？不是这样的，老爷没有这样想，小姐没有这样想，小姐还帮你说话呢。我也没有这样想林公子的。可陆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呢。行了，你不用说那么多。春菊，你回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呢。春菊，回去吧。还真是一个可爱的丫头啊。林公子，我家知府大人让我带来了你想要的东西，还请林公子清点一番。这些都不用点了，马车能留给我吗？这个自然可以的，不过银子还是清点为好。嗨，吕大人的为人我还不清楚，自然是信任的。不过我这边还有一件事需要帮忙，明日我将前往江都，若是路上遇上了山贼，所以恳请吕大人派遣官差保护一番，每人每天5两银子如何？这件事我得回去说禀给知府大人，不然在下也做不得主。那就劳烦差爷了。你说凌不凡想请本官派人护送，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。回大人，千真万确，而且还一人1天4两银子。行吧，你挑选30个官差护送到江都便是。这些银子本官就不过问了，去吧。是。难道真要放过陆家？那些商户怎么说？这件事说起来难啊，毕竟是我们先发起的。如今刘家、朱家虽然没了，可其他家还在啊。我们若是阻止，就会失了威信；可若是我们依旧这般，那就要对陆家失信了。哼，这群人永远都喂不饱的。这事儿还是很好办的。我说了不对陆家出手，可我出手了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我们不插手便是，
两边都不得罪。若是陆家没了也就没了，正好三家一起吃了，这样今年金陵的赋税就轻一点，说不定到时候你我二人便可步步高升。许大人，到时候您就不是一个区区的金陵城主了。那就提前祝贺吕大人高升了。许城主此言差矣，要升也是我们一起啊。你可知我为何要凌不愿的笑谈宴时？哦，还请吕大人密示。我若是将此书献给大皇子殿下，然后将其列入过库，对大钱可是一笔不菲的收益。大皇子得到陛下的赞赏，而我们将会如何？吕大人真是高瞻远瞩啊！到时候我便帮你在大皇子那儿美言几句。只是希望许大人到时候也拉吕某一把才是啊！来，以茶代酒，在下一定。胡遂，你立即去召集30个手下，让他们明早去护送一批货物，一人可以拿到3两。大人放心，这件事交给小人来办就行。李三儿，你去召集28个兄弟，明天跟随何大人护送一批货，一天2两银子。什么？2两银子？好嘞，大哥，您是我亲哥哥哎！明日跟随何大人护送一批货物去江都，每个人1两银子，想去的速来找我报名。啊！什么1两银子？我去！三哥，还有我也去！还有我！大人来的倒是挺早的啊，应该等候多时了吧？不久。现在我们穿的都是便衣，您叫我一声何会就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叫林公子啊！我等见过林公子。后面几天辛苦诸位了。何会啊，把银子给诸位兄弟分了吧。银子不急，要不我们去里面说。哦，银子正好在里面，你跟我进来拿一下。好嘞，林公子。这是1500两，差不多5、6天的时间，这些银两就当犒劳兄弟们的了。林公子放心，这一路上包您畅通无阻。那再下去分银两了，这些都是何会兄的私事，林某就不过问了。真正的战斗终于要开始了，金陵城，等我林不凡回来。这凌不凡真的就放任陆家不管了？哼，人为财死，他凌不凡又不是什么大罗神仙，